各位，极端黄汉，我在这个油管点名了之后，沈毅教授马上就出来揭露，这帮人有可能是蠢，也有可能是拿着这个日本外务省的反华资金的那些坏蛋间谍，挑动中国的民族对立啊，否定中华正史啊，其心可诛。然后呢，这个中国大陆有14亿人的基数，这里边的蠢货太多太多了啊！人上1万那就无边无沿，人上10万彻地连天。你想想14亿人里边得有多少傻逼呀！哎呀，好多人呐，这个就开始去围攻沈毅教授。带头的当然是中国的极端黄汉派的那几个代表着大 V 了。今天我又出来点名了啊，吃瓜盟主这娘们儿我已经点名过了啊，今天我再点名一个叫五间大瓦房的啊，我们看看这些人的极端黄汉的粉丝，别管他是蠢还是坏啊，都去围攻沈毅教授去了。我呢曾经批评过潮妈啊，我说她也是一个鸡血娘们儿啊，就在大陆呢靠这个贩卖极端的民族主义啊，但是呢她这一次和黄汉呢倒是站在了对立面啊，因为她呢是这个批判馆长，当时是吧？后来呢这个也自己可能也明白了吧就是反正这娘们儿那个明白的时候少，糊涂的时候多。不过在这个事儿上，他确实没糊涂啊。看沈毅老师讲澎湖海战了吗？看了，我看了，我觉得讲的特别好。但是沈毅老师现在已经被他们造谣成收钱的了，他们群里在商量怎么给沈毅老师造谣。我今天有看到小伙伴在群里发的图，吃瓜的群在商量怎么给沈毅老师造谣，说沈毅老师拿钱了。现在已经把沈毅老师打成拿钱的满意了，拿钱做任务的了，说的有鼻子有眼的，100%确定拿钱，有沈毅收钱的证据啊！他们在群里说的呀。我跟你说，那吃瓜盟主的粉丝真的跟邪教似的，一模一样，谁那个啥打谁。你说沈毅老师都编得有鼻子有眼的，嘎嘎去年就被打成满意了，现在是不支持黄汉，你不喊自己黄汉，你就是满意。现在就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大头鹰和那个赛雷很冤枉，他们全程也没掺和这个事儿，然后他们做的那个图里面赛雷还是头子。哎呀妈，这狗超他我脑瓜子懵。你说赛雷和大头鹰全程这事儿也从来都没提过，咱就不知道为啥。问问黄汉裹不裹脚？对呀，不是裹脚有益身心健康吗？还裹成什么新月的形状？黄汉应该弄明示裹脚啊，照着他们那个说法。话说沈毅老师被造谣是内蒙古卖海参的。你们看这几天在破站上我对线的一些所谓的黄汉都是什么德行？大家是能看出来他们怎么回事呢？都是一群什么人？有没有一个正常？或多或少都有点不正常。你们就去看看，尤其爱去胡律师那儿对线的。我昨天晚上还去胡律师那儿连了个线。我去连线之前，前面有个黄汉说胡律师还在那块威胁警告胡律师，胡律师你可别搅这趟浑水。所以我说这伙人脑子不好用。胡律师冲锋冲的多猛啊，在他们眼里是胡律师趟浑水了。你看看胡律师这2天直播间的人气，而且以他们的智商根本看不出来胡律师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明显的。完了，他们觉得胡律师第一好欺负，2是他们觉得胡律师不小心被拐带趟洪水，胡律师才是冲锋陷阵的那个好吗？我直播间多少人，胡律师直播间多少人，胡律师冲的多猛，胡律师做几个视频说这事儿了。所以我说这伙人就是脑子不好使，分不出来的主次关系。对呀，胡律师现在直播间天天1000人在线，然后他们说胡律师是被裹挟的，你让他们搞个舆论战吧，他们都搞不明白，一群脑子，但背后当然是有这样的水军在那个啥，正儿八经的不是水军的那些黄汉智商是极低的。否则也不会去当黄汉，是我瞧不起他们。黄汉兑现到现在了，有一个能有完善的理论，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说话能有利索有逻辑的吗？你们见过一个吗？还在块密谋要给沈毅老师造谣，要把沈毅老师打成是那个什么的峨眉峰，还他妈独照。现在的问题是峨眉峰不是独照，是他妈的群照。妈群里100个人，妈90多个峨眉峰。我看着图上密谋，哎呀，我们这个群改个名字吧，别让他们看出来跟那个吃瓜盟主有联系。完了就说，哎，沈毅是收钱的，我们出去应该怎么说。你一看他那个，你就能看出来他是不同的人截的图，都不是1个人2个人截，那几十个人截图哭往外放，满网都是。然后我看了又在密谋吃瓜，又是上面得说上面派下来的，还是那个上面有些话不好说。哎呀妈，天天他在群里面就整这事儿。那你说沈毅老师说了个啥？沈毅老师昨天不就说了个澎湖海战吗？沈毅老师也没提他黄汉，也没提他吃瓜。
说了个澎湖海战应该用怎么样的史观去看嘛？沈一老师说澎湖海战还是很值得一看的啊，你们去看一下。然后你看急的，我还是那句话，你们那个群超过2个人就别建了，以后商量群里的事儿在被窝里面商量，行不行啊？啊，对，沈一老师那个直播切片倒是说果粉了啊，没有说黄汉，但是点名果粉了啊，说反这个电影的有很多是果粉，那黄汉这是又对号入座了，那所以说高度重合吗？对啊，就是一伙的呀。你就看看，其实王慧玲那一仗我们打得很漂亮，前前后后2个月、3个月，对吧？当然，王慧玲这个粉丝当时涨得也是非常非常那个什么的。所以呢，我们有了王慧玲这样一个漂亮的案例，我们接下来就知道怎么去做。所以还是不要着急啊，论持久战。那王慧玲属于速战速决，一下干到400多万粉丝。那王慧玲也不是说就打了那2、3个月啊，微博上你们知道最早打王慧玲可是10几年前有个主播，王慧玲那会儿在微博上发中国地图没有台湾，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同志们前赴后继打了有12年。你们以为呢？王慧玲书都出了2本了，而且我觉得在台湾解放前期，他们的冲锋会非常猛，因为确实是跟果粉高度重合的，它不能停。现在台湾解放的局势不是越来越明朗了吗？一个澎湖海战都能在，大家不会以为我们给解放台湾做舆论准备的这个文艺作品、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包括歌曲也好，只会是一个澎湖海战吧？还会有很多的。但是那些信徒怎么办？你看看王慧玲的信徒现在在哪儿，还敢吭声吗？这就是所谓的擒贼先擒王。王慧玲说白了是西方文化渗透 LGBT 嘛。哎，你们发现没？我们打王慧玲的时候，他们黄汉是不冲锋的，没有看出来吗？打王慧玲的时候，吃瓜盟主有打吗？你发现打王慧玲的不也是我们这一波人吗？包括黄汉还不打彩虹。你没发现吗？彩虹意识形态渗透不是外国渗透吗？不是外国文化渗透吗？黄汉打彩虹吗？按他们说又讲血脉又讲血统的，你在中国整彩虹这一套对汉人的血脉血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呀。对，他们不是说女人守血脉吗？怎么不冲王慧玲呢？怎么不冲彩虹意识形态呢？对，炸山那个他们也不吭声吧？所以你就看咱们大家一起经历的一场一场战役，黄汉打了有哪些？有他们的参与吗？没有吧？都给老娘回来，麻溜的还在外面浪呢。主播好，长马好。你好，你好，橘子妹妹，你说。那个是这样的，刚才今天我也想说一下黄志贤和盟主这2个人。第一个是黄志贤，就是我今年可能就20出头吧，我说实话，我年纪很小，一个女生啊。但是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一阵我就经常在看黄志贤的节目。就是我觉得长妈说的这个是实话，就是黄志贤从我上中学那阵一直到现在，他的立场是没有变过的，所以我是很相信黄志贤老师的。然后还有就是关于吃瓜盟主，我真的是我总算是有个人可以吐槽他了。我今天专门就是想找个人来吐槽一下他。就是吃瓜盟主他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最开始他说满清反动啊这些我没有管，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嘛。但是后来他聊到关于明清领土这一块的问题，就是他的漏误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是忍不了了。就比如说明朝关于新疆的这些哈密卫，他一直在强调的那个哈密卫明明是土官，土官跟流官区别很大的。清朝的伊犁将军那个是流官，我就是在那个他的那个直播间里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结果就被他们骂成了满虫满夷。但是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哈密卫他本身就是册封当地的那种民族的那种土官，伊犁将军是流官，是第一任伊犁将军是乾隆的妻侄，是富察明瑞在干，后面干伊犁将军的是乾隆朝的一些很重要的重臣，有阿贵，有明瑞的弟弟奎林，这些都是皇亲国戚很重要的重臣。但是呢，哈密卫就是一个我打断一下，我历史不是特别好，你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就这个土官和流官的区别是什么吗？这个我不懂。土官说的是册封当地的，比如说就是像明朝的祖先努尔哈赤也受过这个清朝的祖先努尔哈赤受过明朝的册封，就当地的这些长官，这些就是属于土官。流官就是专门设立的，像伊犁将军这种管理当地的，是中央政府指派管理当地的。然后明朝的一个是的土官，说白了我总结一下，就是当地人治理当地人，然后这个对流官是中央政府派去的啊，那是有一些区别的。对，你接着说。是啊，而且明朝的那些像哈密卫这些，他都是土官，都是册封的当地的。清朝的伊犁将军，我刚才说了，那是赵惠，是赵惠平定了准噶尔之后，是像这是乾隆的侄子在干，是那些军机大臣都在那儿干过。但是呢，盟主他不说这个事儿，他怎么说？他就是说资料被明朝给抹去了，但是他又不明确说，他又不说明白。他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就搞得很无语。而且清朝，他说那个清朝没有实控过西藏，但是西藏现在还有驻藏大臣啊，还有钦定藏内山口章程啊，里面规定了驻藏大臣的权利是跟达赖、班禅是同等级的，那个都是白纸黑字的事情啊。而且当时是有驻藏大臣，是乾隆妻子，就是富察皇后的弟弟，是在西藏殉国了的。但是我特别生气的就是盟主一句话就把这些全给抹了，我真的是特别生气。盟主一句话就把这些全给抹了，他们是为了
为了保卫西藏这块领土，是真的是父亲和他的副官殉国了。现在北京还有双忠祠呢，纪念他们俩的。但是盟主一句话就把这些都给抹了，这个让我特别生气，真的是。而且他说什么，他居然把左宗棠都说成了汉奸，真的，左宗棠都已经被吃瓜盟主说成汉奸了。这个是我最生气的，所以我真的是忍不了他一点儿。他们有一个观点，他们批判所有的在清朝做官的，包括林则徐啊。林则徐他们也是批判的。对呀，而且盟主，我特别想说的是什么？是盟主他之前是说金田起义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所以金田起义不能质疑。我当时觉得他说的好像还有点道理，但是事实上，现在如果大家去新疆，还能看到那个格登山碑，就是为了纪念当时乾隆平定准噶尔、收复新疆的功绩。但是吃瓜盟主他不认啊，他当时说谁否定太平天国，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磕几个头，那他是不是也应该去那个格登山碑上？那个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是文物，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是不是也应该去那个格登山碑给张总和赵慧磕两个？是不是也应该给人家道个歉？按照他那个说法。而且现在西藏还有那个底下有人问说讲邓世昌，他们黑不了。甲午海战在他们这儿不存在。盟主的原话说，我的那个在民国之前，日本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这个你们可以看到切片啊。我们跟日本的矛盾是从民国才开始的，说白了就是从日军侵华才开始的。所以呢，就是之前都是藩属国，没有戚继光抗倭啊，也没有唐朝大败那个倭族，更没有甲午海战。虽然甲午海战输了，那甲午海战没有，邓世昌就是没有了。我们按照盟主按照盟主说，我们抗日的历史是从二战才开始的。之前这是他原话啊，这个我不造谣，你们去搜。我们是从民国才开始抗的日啊，唐、明、清都没有，全部都是藩属国。日本好着呢，是从民国在我党的领导下才搞得跟日本关系不好了。你接着说，那个长妈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大 V 嘛，所以我实在是忍不住想跟你吐槽一下盟主。就是大家如果去新疆和西藏看过，除了格登山碑之外，大家可以去西藏的纪念馆看到，现在还有专门一块就是纪念乾隆的那个钦定藏内善口章程。说白了，乾隆经营新疆、经营西藏的贡献是得到历史、得到国家承认的。因为当时新疆从唐朝开始已经丢了近1000年了，哪怕从明朝开始，从嘉靖开始，就是盟主他们说那个什么哈密卫也从嘉靖时代到了乾隆也有200年了，乾隆把新疆给打下来了，这个就是大功啊！如果是说没有乾隆的话，大家看到越南几千年都是汉地，被明朝给丢掉之后，现在大家觉得还收得回来吗？对不对？我说的是实话，对不对？大家觉得现在还收得回来吗？我真的是特别想找个人吐槽吃瓜盟主。我就是说了一句实话，我说土官跟流官有区别，结果就被他的粉丝骂成是满夷，就说我是满夷，说我是满虫，说给满清说话。问题是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不是，我觉得真的是按照他的逻辑说施琅收复了台湾以后，在台湾称帝了。你就这样那个他的那个什么，他粉丝也信，所以说你是满夷，按照他们的逻辑也是合理。施琅按照他的说，他原话啊，他说施琅在台湾称帝了。你们去看切片也有的，这个我不那个啥，他的原话就是称帝了我真的是我乱说了吗？我没乱说，你们去搜，应该是莫三哥那再扒他这一段莫三哥把他所有视频都他说施琅收复台湾以后在台湾称帝，原话就是称帝我对天发誓，我绝对没有造谣。他说施琅在台湾称帝了。我真的是，我觉得如果我按照他的逻辑，我真的是要把他应该去那个格登山碑，他应该去给乾隆和赵慧磕几个。他不是说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谁诋毁就该磕几个吗？他整天骂乾隆，怎么不见他给乾隆磕几个？那格登山碑还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呢？我真是气死！谢谢长妈，我是欢迎我真是你自己下去吧我给你挂不掉。我真是我气顺了，谢谢。哎呀，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市场太大了，14亿人，是什么样的奇葩，什么样的品种都能当个网红这朋友们确实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当网红好吧，咱们再说这个吃瓜的娘们儿这个吃瓜的娘们儿现在呢也是可能意识到了这个风险吧，因为一些大 V 已经盯上他了。当然了，我不算国内的大 V， 我在国内没号我说过他之后沈毅开始这个说这帮黄汉这个制造民族对立的这个货我点过名的人都蹦跶不了几天。你看他说的是什么？漫长的时间当中，我素来不是一个好人知道吧？漫长的岁月当中，我素来不是一个好人。那我为什么不是一个好人呢？我不是一个好人的原因就是我非常强调汉民族是一个自古以来的民族。
汉民族是一个很明确的有自身文化特征的，也有自身血缘特征的一个群体，而且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群体。因为我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不是一个好人。你都认为汉族是一个精确的群体了，那你能是好人吗？是吧？但是从这一波之后，我突然就没有那么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一群人一个人想知道我是谁，他需要见到外人。这个理由我之前讲过，就是一个人他出生的时候，他学会说话学会认人的时候，并不知道他自己姓什么。张王李赵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哪怕他的父母告诉他了，他记住了背下来了，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姓。其实他是没有界限感的，他不知道我是谁。什么时候这个小孩开始意识到了他是老张家的孩子，那就是他见到了别的姓氏的时候，他见到了外人的时候，别人说，哎呀，这个小张家的孩子长得真好，你看我们老陈家的这个娃眼睛就没他大。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突然之间就会感知得到，他是老张家的，那个是老陈家的。一堆废话。这是什么？这就是没有对照组，也是源远流长的。分明的人，你是不是反动分子？你要闹分裂吧？你是不是恨我？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他不允许在，他也需要他去你，但是在外观行为方式一些不着四六的东西，胡说八道就不需要说呀，是吧？那但是隔着老远，连味儿都已经闻。他是那个样子的，那么我是什么样子的？他到处拉屎是文化传统，那么我的传统是什么？这是什么？这叫做对照组。对照组出现，他就会有只是提早说了一点真话。这就是思维的近乎的是非常不清晰的。虽然我们在努力的构造是呢，特别恨汉人的人，杜威一说自己是谁，干你啥事啊？他只要想明白这个，非常都清楚的意识到律师函我连他的名我都不敢念，他们家律师函的，他们家就多少人的翻译也不管他当年。这娘们儿一堆车轱辘话，在中国的 B 站就能当网红他主要是想说，因为我说了汉族是纯血的，所以我就成了坏人。他问题是，汉族是纯血的吗？还有没有纯血的汉人呢？咱先不说从那个什么这个北京山顶洞人河姆渡文化来的那个是不是汉人，咱就说汉朝启用了汉这个民族的这个称呼。汉朝以后，对吧？五胡乱华，汉人当时在中原这个剩了10%、20%，几乎绝迹。从那儿以后，再加上元朝蒙古族的这种入侵，完了以后再加上明朝被清人入关，崖山以后无中华，谁敢说自己是纯血汉人呢？这他娘的连人类学家他都不敢这么说呀，因为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混血的这么一个民族，在这个融合的产物，在中华的土地上这么一个融合的产物。这个娘们儿这是不顾科学这个证据，是胡说八道挑动民族对立，是吧？所以这种货你说中国的净网行动不封他没有天理我今天就预言了。还有他的一些拥趸们他的这个拥趸们有一个叫五间大瓦房的这么个货。这个人呢，我看着特别像油管上曾经红极一时的有一个叫中国青年郑国成，他们俩说话的口气和这种形态特别的像一家子。中国青年郑国成从红极一时被台湾媒体报道到现在销声匿迹了，因为他的流量简直是没法看了他曾经最红的时候吹牛，我一个月能挣$7000，可是到现在呢，已经在油管
销声匿迹了，就是他的视频流量断崖式的下滑啊，最后连挑费都不够了。我感觉这个五间大瓦房啊，贩卖这些极端的民族主义，他这个路也走到头了。他和那个郑国成是感觉像孪生兄弟。天说这澎湖海战着关于一些史观的问题，一说就是沈毅这2天说这澎湖海战着关于一些史观的问题，一说就是内亚史观和元清非中国论。内亚史观就是长城以内才是中国，元清非中国论就是说那个是日本人提出来的，日本这帮家要解构咱们。但时代不一样了啊！刚才还有人说狗教这事儿呢，不要关心狗教。为什么会有内亚史观和这元清非中国论呀？因为当年日本要干咱们，他觉得他牛掰。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意狗教？真逗啊！我们拍一个电影，我们做一件事还用考虑狗教？这什么年代了？内亚史观和那个什么元清非中国论都是日本鬼子瞎折腾，你管他呢？对吧？现在都是芭蕉扇史观，把芭蕉扇史观打出来，哎呦我去！现在都是黄汉史观。什么叫黄汉史观啊？日月所照皆为汉土，看他家有没有太阳，有太阳都是咱的；有没有月亮，有月亮都是咱的。得这个了，什么年代你管狗怎么叫？真逗！还有弯弯的问题，你弯弯的这个问题和什么电影没有关系？有没有一部电影弯弯也会同意，涉及不到史观问题啊？弯弯就是中国的，它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历史延续，用不着任何人说，不需要任何人证明，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任何问题，要有信心。芭蕉扇史观才对。现在他还什么内亚，还什么元清非中国，他不配考虑这个问题。他现在要考虑的是，咱别给他炖了，他别变成芭蕉扇，他需要考虑这个。对，弯弯不需要任何证明，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不需要跟任何人说。他是谁呀？一条狗。记住这句话，远离狗教。看一语双关啊！不要对号入座，不要对号入座啊！我原来就说过，这个世界的历史由我们中国人记载，中国人解读，用不着考虑别人。那什么年代来说这个？你管他呢？管狗教，狗爱叫的啊！这个世界所有的国家都需要考虑我们怎么解构它。都什么年代了？时代变了，文科生的任务不一样了。文科生现在的任务就指着他鼻子说：“你这儿不对，你那儿不对，你这历史不对，你的祖宗是我，你那儿都是我。”你应该管我叫爸爸，以后文科生都要研究这个，让这世界所有的人一看见咱们都管咱叫爸爸，这才是文科生的工作。哎呦我去，这才靠谱嘛，对吧？这才是正确的嘛，所以不用考虑那个啊，什么这史观那史观，你是谁呀？我然后回家照着镜子去啊！对你得是非常60+1的，就叫东风60亿，你得这么说话，你得解释这个，这才是文科生。哎呦我去，要不然听不懂。对，文科生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既要讲好故事，咱还得善良。你看我善良吧？你看他都是那个蛮夷，他是活该的，他被埋在地里是应该的。然后结论是我们这么善良，我们这么善良，这才是文科生啊，这才是善良啊，对吧？要不要文科生干嘛？对，管杀又管埋，我们才是善良的人，大善人啊！国内的文科生还是不争气，对，一个什么小日子的内亚史观，什么元清非中国论，就折腾咱们这么折腾，扯淡呢吗？不要理他啊！咱时代变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年你解构我的历史，我扛住了。现在我回来了，我要解构你的历史，重新让你认祖归宗。希望你能扛得住。就沈毅这2天说这澎湖海战着关于一些史观的问题，一说就是这个满口烂牙的货，身体和精神都有问题，活脱脱的一个郑国成第2。好吧，吃瓜娘们儿感受到了压力，他知道他是没有几天蹦的头了。付账能连麦吗？不能啊，不能啊，亲，不能。为啥？因为我现在那个啥众矢之的，我这边现在拒绝一切连麦。为什么？境内外各种势力都围着我打呢，看不着吗？谢谢大白萝卜啊！你叫我大美女，我就开心了。学思维方式，生活很开心，不纠结别人的。他知道他兔子尾巴长不了了啊，可能还没绝经呢，就要绝网了啊！中国的净网行动，下一批就是这帮极端的黄汉选手，别管他是坏、日本间谍还是蠢，挑动底层的那些蠢货，一起制造民族对立的，反正他们要完蛋了。不信等着瞧，点个订阅，下期再聊。